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器，这端是 PFC 部分，这端是输出部分，这有它的开关变压器，这是它的内部负电源。现在这个负电源的模块呢，这个电容已经鼓包了，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电容鼓包了。它采用的芯片呢是 VIP-ER22A， 这个芯片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。它的输入电压呢是 PFC 输出的，是376伏。这是它的开关变压器，后边输出几组电压，我们看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二极管，这端输出一个12伏，然后通过7805降压以后输出5伏给 MCU 供电，这端还输出一个16伏给内部电路供电。开关变压器这个引脚输出的电压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，通过这个电阻线流，这端是 D 角，这个位置有一个滤波电容是滤波的，加到了这个光耦的4角，然后通过导线直接加到芯片的4角给它供电。同时呢，这个光耦的3角，然后通过一个导线加到这个芯片的3角进行稳压。它的1、2角是接地，5、6、7、8角是接300伏，这里边呢是376伏，给这个 VIP-ER22A 供电。刚才我们说过了，这个电容鼓包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这个位置烧成这样，这两个电阻呢也发灰了，在手机上呢有点看不清楚，我们给它放大，我们看这个电容这个引脚这个位置已经烧成这样了，两个电阻已经烧黑了。那么就烧得非常严重吗？实际上不是的，只有这个二极管损坏了。这个电路损坏的原因呢，是这个360伏的电压通过这么一个小的铜箔片加到这个输入角上，这个位置是电容的负极，我们看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由于间隙太小，时间长了，如果稍微有点潮，那么它就会跳火。由于它的跳火呢，把这个二极管击穿了，同时这个位置的高热量把这个电容给烧坏了。这个电容换完了，这边这个电容也要更换，它是25伏耐压值的，这个位置的电压为12伏，看样耐压值还是有点偏低，我们给它换一个50伏耐压值的。这个电容换了一个50伏耐压值的220微法的，个头有点大，但是肯定是耐用。这边的二极管也换了，由于贴片二极管离这个里边的板太近了，我换了一个这样的二极管。这个二极管呢是 UF4007， 它的反峰值电压是1000伏，它是1安电流，所以是足够用的。刚才我们说 VIP-ER22A 是通过这个光耦的3、4角进行稳压的，那么光耦的1、2角呢是通过431控制，431的控制极是从这个12伏取得电压进行稳压的。这个二极管和这个电阻，这个电阻是 100K 的，还有这边的电容组成了 DRC 电路，是防接风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接上线，看看它输出是否正常。好，已经供电，我们量一下它的输出端 12.3 正常的，我们再量7805输出标准的5伏，我们再量芯片供电，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电容 15.1 伏，我们再量这一端输出 16.5 伏，都正常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